伊朗的局势正朝着无法控制的方向一路狂奔。美国呼吁民众立即逃离伊朗，这或许是大规模打击的前兆。只是在当前的中东，美国并没有航母打击群。彭博社之前报道，特朗普持续在加勒比海驻军会消耗在印太的战力。就结果来看，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反而是中东驻军实力偏弱。印太方向，林肯号已经就位，并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那么，没有航母的美军对伊朗动武有哪些手段？加勒比海的驻军对美国又有什么影响？特朗普之前表示，伊朗要求谈判，德黑兰当局可能是因为被美国打累了，才寻求对话。目前双方正在安排会面，美国也将举行国安会议。但火力军觉得战争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美国国务院已向在伊朗的美国人发出紧急警告，敦促他们紧急离开该国，局势已无法控制。你们应自行撤离，不要等待华盛顿的援助。外交部门强调危险程度危急，当前的伊朗国内动荡加剧，当局封锁互联网、道路，并限制公共交通运行。美国外交部门建议美国人通过陆路越过亚美尼亚或土耳其边境。对于无法离开的人，国务院命令他们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保持隐形，并长期储备水、食物和药品。外交官的紧急撤离和撤离呼吁，往往在大规模敌对行动或外部军事干预之前。火力军估计，美军大规模轰炸的坐标已经输入完毕，接下来的军事行动烈度将高到美军运输机都无法保证安全降落。不过，与2025年的午夜之锤行动与2026年的绝对决心行动相比，美军当前在中东的军力部署稍微有点弱，没有航母。2025年6月，特朗普下达了一道极其秘密的指令，美军从本土密苏里州的空军基地起飞，派出了 B-2，横跨半个地球，飞到伊朗上空，并扔下了 GBU 武器。2026年1月，美军在委内瑞拉玩了一手秦王，通过精准空袭和机降突袭，把马杜罗夫妇给活捉了。这一套连招打下来，不仅是马杜罗猛，德黑兰的哈梅内伊恐怕后背也是凉飕飕的。在执行这2次行动时，美国都有航母在周围部署。现在的中东没有美国航母，美军处于一个真空期。波斯湾空荡荡的，只有几艘伯克级驱逐舰在那转悠。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彭博社之前报道，美军为了马多罗在拉美地区投入了规模巨大的兵力，尤其是福特号打击群。这种部署虽然看起来威风，但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美军的战备能力不是无限的，在加勒比海多待一天，在印太、中东的筹码就少了一分。报道还提到了一个点，作战节奏过快。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伊朗搞极限施压，导致美军的航母和战机疲于奔命，战备水平急剧下降。好不容易等拜登政府修修补补了几年，现在特朗普回来又是一顿猛操作，这些战备成果很可能会毁于一旦。当然，筹码少并不意味着战力不够强，美军在中东与印太另有部署。美国海军最大的特点就是航母多，虽然福特号还在加勒比海，但林肯号已经来到印太了。据福布斯报道，就在大家以为美军在印太战力空虚的时候，林肯号跳了出来，还直接进行了高强度的实弹演习。舰上的方阵快炮喷火的视频传遍了社交媒体。林肯号这次部署算是接替尼米兹号，服役了50年的老兵尼米兹号刚回华盛顿州准备退休了，预计2026年春天前往诺福克进行除役与拆解。前沿部署在日本的华盛顿号现在还在维修，上半年指望不上了。顺带一提，林肯号虽然是尼米兹级的老舰，但经过大修，是美军第一艘能操作 F-35C 的航母，不容小觑。当然，虽然美军航母不在中东，不意味着拿伊朗没办法。周围的基地可不是摆设。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枢纽，科威特的阿里夫詹营以及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陆军的主要后勤和机动中心。巴林是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吉布提虽然位于非洲之角，但是在战略上，莱蒙尼尔营也能直接支援也门和红海方向的行动。而且在卡塔尔和乌代德空军基地发生一件极其反常的事，数十架 KC-135 和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大批 C-17重型运输机正密集从美国本土和英国飞往这里。在军事逻辑里，大规模加油机集结通常只有2个信号，要么是大规模撤军，要么就是大规模空中打击的前奏。没有航母，美军可以依靠卡塔尔、阿联酋和约旦的空军基地，只要油管子供应得上 F-15E、F-16 甚至 F-2猛禽战斗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在伊朗家门口巡逻。除了空中战力，还有潜艇。航母只是明面上的威慑，真正的狠角色通常藏在水下。美军那些行踪成谜的俄亥俄级巡航导弹和潜艇，一艘就能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可以从水下悄无声息的升空，
在伊朗防空系统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把指挥中心炸成碎片。而在红海和亚丁湾巡航的伯克级驱逐舰，不仅能防住胡塞武装的小摩托和无人机，他们搭载的神盾系统也是进攻的尖兵。而且大家别忘了，美军对付伊朗最拿手的不是扔炸弹，而是扔代码。现在美军的电子战能力很恐怖。美军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动，小批次特战队员、执法人员搭乘直升机突袭委国总统马杜罗官邸，逮捕了马杜罗夫妇。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美军疑似动用了定向能量武器。现场守卫描述，美军攻入时，空气中仿佛有某种强烈的震动，所有人瞬间头痛欲裂，疯狂流鼻血，甚至吐血，全身瘫软在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打击，让委内瑞拉连扣动扳机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是降维打击。如果开战，美军可以通过电子战发起手乱冲击，瘫痪伊朗的银行、电力、军队指挥链路。同时，驻扎在海湾地区的电子战机 EA-18G 咆哮着升空，致盲伊朗所有的防空雷达。既然没航母，美军还能动用部署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的轰炸机，也可以出动伯克级驱逐舰和水下的核潜艇，发射数百枚战斧导弹，覆盖伊朗境内所有地对地导弹阵地。另一边，卡塔尔和阿联酋基地还有 F-35、F-22可以在加油机的支持下建立空中禁飞区，这就不再需要航母了。在加油机的加持下，陆基空军的持续作战能力甚至比航母舰载机更强。总的来说，美军现在的全球部署的确处于一种紧绷状态，但不代表弱。就比如中东，美国虽然没有航母，但有加油机和 B-2，也能随时打击伊朗。就看哈梅内伊是想学马杜罗被活捉，还是想坐下来谈。对于伊朗来说，这将是一个生死抉择。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呼吁公民撤离伊朗是打击前兆吗？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